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再一次打算骑出村去去南站附近转一转。现在呢，我从祈福大道这边骑出来。在中运路这边呢，左转看看能不能找一条道骑到南站去。现在呢，我又一次来到了中运路上这条以前骑过很多次的马路。好歹呢，这边也做了一条骑行道虽然比较窄。那每到这边呢，都会被这些摆摊的人堵住去路。然后呢，就有这种逆行者。从新闻里面呢看到大家都归乡心切，都想回家过春节了。但今年呢，据说中原地区，尤其是武汉那边下大雪，就造成了飞机很多航班呢被取消。高铁呢，也因为说线路结冰，影响行驶的速度，并且有不少班次呢被取消。那么一下雪以后的高速公路那更是一片混乱所以呢，就有很多的视频分享在一些社交网站上就看到很多人呢在那吐槽，堵了10几20个小时还没有离开高速公路等等更有一些呢弹尽粮绝，把回乡馈赠给亲友的一些食品呢在路上都吃完了，可人还没到家这就让我想起08年那场冰灾，就是广东韶关那段吧，因为这个路上结冰，造成了高速公路呢停止了运营。还记忆犹新记得当年的总理还专门到广东这边来，到火车站来疏导喊话结果过了那么多年，又出现了在春运过程当中因为寒流，因为下雪的天气呢，造成了路途堵塞，使那些归乡心切的人们呢堵在了路上其实我一直觉得这1-2年经过疫情之后城里的工作呢机会少了一些，很多广东那边的工厂呢要不就转移到了其他地方，
去了国外啊。这边来很多打工的内地人呢，应该人数已经大为减少。但毕竟来讲呢，春节前这个回乡是一个集体的行动啊，发生在同一刻、同一个时点、同一个区域，所以呢，还是会给铁路运输、公路交通呢造成一些压力。我今天呢就骑到南站去啊，因为那天呢我其实已经到南站去接了一位亲戚，可能到广东来的人相对比较少吧，所以我在接站的那个大厅呢，看到秩序很好，也没有多少人到达，所以感觉呢可能以为啊这次春运就已经过去了。但看了网上的一些视频报道，甚至也有人拍了一些广州南站的出发厅的一些情况啊，就感觉应该并非如此，还是有些人呢在春运的这个路上啊被阻挡着脚步。现在我骑行在俊兴路上，这条马路呢以前来的比较少啊，我刚刚也是看了一下导航才选的这条马路，是不是去南站的一条近道？从祈福新村去南站骑行呢，我刚才看了下地图，大概要8点几公里啊。那8点几公里呢，我觉得是蛮好的健身的一个距离。所以你骑单车来回啊，即便你再转一转，应该不超过20公里啊。我觉得刚好是一个健身骑行的有效的距离。这边呢，我当然想啊，肯定就是中村街道吧。但这边呢，你看啊，街道两边呢也起了很多的民居，底下呢都有一些当地的商业啊。虽然说不上旺，但是呢，毕竟还是有不少商业的店铺。来到这边呢，我突然发现有一片水塘，其实应该是一条河吧。这里有个桥叫圣石中桥啊。你看啊，这个河的两岸都规划得整整齐齐啊，应该是一个河滨的公园。这地方我以前好像没怎么来过。我突然发现啊，这条河到了这边呢，一直还都是延续着的。这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平山冲呢？好像也经过了一些改造，这种感觉。好，那我呢就在这条河边啊，这条道上往前骑一骑啊。就有段时间没来了啊，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。跟我前段时间，起码应该半年以前了吧，来骑行的时候呢，感觉这边清爽了很多，好像河边的这些绿地啊，又重新做了一些修整。你看这个河边啊，这些小树呢都开了花啊，虽然我也叫不出这个花的名字啊，应该也是洋紫荆吧。哦，这边还做了一座桥了。前面呢有字啊，中村圣石河清水必道。那这条河呢不是平山冲啊，叫圣石河。哎，这条道我还是第一次来啊。
看来呢又找到了一条可以骑行散步的河边的绿道啊，下次来完整的骑一骑。像这样的河畔的绿道啊，你看两岸很多绿色，其实呢就是一片乡村的景象啊。我觉得和我在英国看到那种 countryside 那种草坪为主、森林为主的这种景观呢，应该有着一比啊，或者说各领风骚。所以有时候很有意思啊，就是你如果要想到周围去走走，其实你也没什么明确的目的啊，你就随意的走走，但你就会有些新的发现啊。你像这样的河道，我从来没有来过，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建成的，但是呢，来到这边呢，还是给人以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啊。我今天呢，在我的单车车把上啊，绑了我的手机，我就导航过来的。那中间呢，看到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呢，我就不听这个导航的指挥啊，我就随便的根据我自己的愿望呢骑行一下。但这个导航呢，它还是会把你再导回来啊。你看，我现在来到了这座圣士河的桥上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刚刚呢，我就从那边骑过来的吧。你看这个两岸绿化搞得不错，还栽了一些小树，但是呢，都开着花，就是这种景象也相当不错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骑一段。这边呢，好像已经有一些年了。你看这个路面啊，铺的这种蓝色的都褪色了，这就是广东碧道的一种颜色。这边呢也有一些障碍，方面大的车呢进不来，小车开过去呢要非常的小心。现在呢顺着一条河道拐了一个弯，我不知道这个河是不是还叫圣士河呢？南方呢就是有水有绿啊，这种感觉就特别好。你看我看到这个农民啊，他们就在这个河边的这个地哦，我估计没什么人管，随便就开了一些蔬菜铺，种蔬菜啊，就可以增加一些收入，或者给自己呢增加一些蔬菜。每次骑行在这样的河畔的路上啊，就感觉特别的惬意，尤其是这种凉风习习的时节啊，骑起来呢就更是爽快啊。所以我一直这样想，也一直这么说，生活可以很平凡很平淡啊，但是呢你只要做有心人，你愿意去感受这个世界啊，
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景物让你感到有些惊讶啊，是原来身边的就有很多美好的事物，只要你愿意去发现，它一定就在那里。好，现在呢骑出了这一段河滨的小路啊，然后呢我们要骑到马路对面去了。这边呢应该就是信业大道了。原来已经来到了这里。那这条信业大道呢，我以前是骑过来过的。对面呢，应该就是那个村民的回迁房吧。其实到了这边呢，就是平山冲了。我们来看看我的右侧这条平山冲，这边呢真是一派美丽乡村的景象。现在呢，这里已经成了一片路网发达、高架路、高速公路、高架的高铁桥等等啊，建了很多。我记得当年准备要建这个南站的时候，我还到这边专门来看过。当时这边主要都是一些花农，一个一个的花圃、林场，很多的水稻，一派水乡的景象啊。当年的南站设计师啊，他就是说，既要设计一个现代化的高铁站，同时呢，也要保留这水乡。那我刚刚从那条盛世河骑过来，再加上附近的平山冲啊，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实现了这样的一种规划。确实呢，保留了很多绿色，修整了很多河冲。整体给人的感觉呢，还是保留的岭南水乡的感觉啊。当然，像前面这些区块型的商业或者居住的小区呢，也拔地而起了。南站呢一直在建设过程当中啊，还远远谈不上建成。除了一个早就投入使用的南站高铁站之外啊，这个边上这些区域呢，其实都还在不断的进行建设之中。现在呢，我骑到了一条大马路啊，但我居然不知道这条马路叫什么名字。看到这边呢，也是做了一些街边的绿化。右侧其实里面是有骑行道，在里面呢是有一条小河的。现在呢，其实已经进入到整个南站周边的这个区域了。这边的马路啊，铺的这些路面的砖块都是可以晃动的，质量非常之差。马路上呢停了很多的车，看到警车在那边驱赶这些乱停的车。很多人呢不愿意停到停车场去，就等着他要接的人呢，就是打电话，再开到车站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那我在这边呢就没有发现可以过马路的人行道啊，这个也是令人有些奇怪的地方。到了这边呢，就已经来到了南站的跟前了，但是我没有看到有路可以去到它的正门。而这边呢，就是一个接客区，或者呢是进站区啊。看来有些混乱，但是大家呢，好像只能走这样的小路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据说就是南门了。前几天我还来过，我是从这边进到 P2 地下停车场的，好吧。
这个就是南站啊，路面交通和人行站的这样的情形啊。可以想象啊，停在路边的大部分呢，不是出租车就是网约车。就这个车站呢，从远远望去啊，看上去造型也不错，还是蛮高大上的。但是你到了跟前呢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虽然我没进到里面去啊，但是我看到在站外候车或者到达的人并不是很多，所以应该还是可以的，没有像以前那种啊排队排到外面。一会儿功夫呢，1个小时了，我其实就是没事找事，趁着春运的时节呢，出来骑行健健身啊，到南站这边来看一看啊。好了，南站这一段呢就告一段落，我们下一程再见。